你知道吗？吃素者是能量最高的人。发布在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包括1475名参与者的研究发现，按2010年健康饮食指数和地中海饮食评分计算，纯素饮食的饮食质量得分最高，而无限制的杂食者得分最低。一份德国的研究报告显示，以一般人的人体生命能量电磁场的场能来做比较，不同饮食结构的人的生命能量场能如下：那些以野生野果、野菜、树叶和药草为食并进行断食的人，其能量电磁场达到最高水平，可达到12万场能单位。其次是纯素生机饮食者，他们只食用未煮或加温不超过摄氏40度的天然有机蔬菜水果、芽菜、莓类、坚果种子、海藻和豆类等，不包含任何动物蛋白，其生命能量电磁场能为84000场能单位。一般有机素食者，无论是生的还是熟的食物都在其食谱中，生命能量电磁场的场能为26000场能单位。相比之下，一般的荤食者仅具有1000场能单位的生命能量场。新生婴儿的生命能量电磁场能为4万场能单位。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不同饮食结构对人体生命能量场的强度产生显著影响。来自洛马琳达大学的对素食主义者长达7年的研究显示，素食主义者比肉食者大约多活15年的时间。这些研究得到中国健康工程的进一步证实。他们发现，中国人食用高脂肪和肉制品非常少，患癌症及心脏病和其他疾病的风险较小。来自于英国的研究也给出了更进一步的证明，对6000个案例进行了12年的追踪调查，其中有5000个肉食者。研究发现，在这段时间里，40%的素食者不太可能死于癌症，有20%很少死于其他疾病。素食者是能量最高的人群。近年来，德国掀起了生机饮食的热潮，越来越多追求身心健康的普通人选择在家或排毒中心进行7到90天的清水、柠檬水或蔬果汁断食，以实现自我净化、排毒和健身的目的。这些生机饮食的爱好者平时主要食用生的纯素食和超级食物，如枸杞子、有机芽菜、大麦嫩叶、可可豆等，完全摒弃了肉、蛋、奶、鱼以及所有含动物成分的食品。他们的生活方式变化很大，包括每天只需3到6小时的睡眠，精力充沛，头脑清晰，视力提高，体能回到青少年水平，皮肤光滑滋润，白发转黑，身轻如燕，灵性提升，神清气爽，肌肉紧实，各种病症不用药而愈。很多人形容他们感觉自己如同超人一般。更有一些修炼者通过生机饮食和蔬菜汁辟谷，加速打通中脉7轮、任督2脉，甚至开启第3眼，取得了更深层次的灵性提升。接下来我将从3个方面与你探讨这个话题，建议你耐心看完。
一定能让你对素食概念有一个全新的认知。所以，请先放下手头的事，仔细地聆听。一、生命的第一需求是能量，而这能量主要来自太阳，人体则通过食物摄取能量。素食包括蔬菜、水果、杂粮、坚果等等，其中水果被视为直接的能量源。生吃蔬菜可以充分获取能量，因为烹饪过程可能导致大量营养素流失。素食是直接能量，素食只需要1至2个小时就消化了。相比之下，肉食是间接能量，因为动物的能量也是通过吃素食来获取的。鱼和肉需要6至8个小时才能消化，消化成本很高。素食除了可能受到农药、虫害或环境污染的影响外，几乎不带有病毒，而大多数病毒通常由动物传播。素食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酵素，而肉类则富含脂肪、胆固醇、寄生虫和可能致癌的重金属。素食的代谢物呈碱性，碱性体质使得细菌、病毒和癌细胞难以生存。相反，荤食的代谢物呈酸性，酸性体质有利于细菌、病毒和癌细胞的生长。人体需要的不是蛋白质，而是氨基酸，而氨基酸的来源极其丰富。任何有生命的植物都富含氨基酸，只是植物的氨基酸没有9种必需氨基酸，但多种蔬菜的组合可以提供完整的氨基酸。肉类蛋白质需要经过消化分解成氨基酸，然后再合成人体所需的蛋白质。由于吃肉需要6至8小时来完成消化，许多人的消化能力不足以完成这一过程，导致肉类难以消化。身体需要释放肾上腺素来协助，消化成本很高。鱼和肉吃的都是动物的尸体，含有大量尸毒。从能量的角度来说，在动物被杀害时，其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恐惧，而吃肉也可能包含这些负能量。植物通过产生氧气、净化空气，对地球的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相反，畜牧业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废气，对环境造成污染。素食的养生价值。素问：藏气法实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则服之，以补精益气。现代营养学认为，只有全面合理的膳食营养及平衡饮食，才能维持人体的健康。在世界饮食科学史上，最早提平衡饮食观点的是中国。成书于2400多年前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素问》已有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及骨肉果菜，饲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的记载，上述平衡饮食的内容古而不老，很有科学道理。《黄帝内经》指出五谷为养，这个意义非常重要。五谷是主食，可以养人，
五谷都是植物的种子，植物经过1年的培育，吸收天地精华才孕育而成的，所以五谷包含的精气非常充足，种子具有非常充足的生长知识。因此人体通过摄入这种包含天地精华的种子，可以维持自身生命的运转。内经用五谷为养4个字，高度概括了谷类豆类食物对于维持人体生命的重要性，因此形成以五谷为主食的观念，并以五果、五菜、五畜作为辅助的滋养以及营养作用。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自身健康关注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将饮食的侧重点从荤食转向素食。素食不仅能够净化血液，停止自我伤害，还能够起到美容养颜、延年益寿的作用。所以现在素食才会引起大众的关注，食素已成为人们身体保健的重要方式。素食主义因助有益身心健康和环保的因素而开始在世界各国大行其道。在一般人的意识里，总以为茹素是佛家所倡导或现代的环保和卫道之士所推崇的慈悲观。殊不知，素菜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和西汉时期，甚至更久远。诗经上已有素书出现，采撷野菜蔚然成风。春秋时期左传的肉食者鄙，吕览的肥肉厚酒，物以自强，命之曰滥肠之食。这说明素食在战国时期已比较流行，并提倡素食而反对偏食荤腥。另外，道家对素食的影响也比较深远，老子和庄子上都有五味令人口爽。庄周的蔬食以遨游，饭若不系之舟，均给最初的素食文化渗入浓郁的无为与清净。梁武帝萧衍尊崇佛教，在公元52年登基后，根据佛经不结恶果，先种善因，戒杀放生的思想而颁布法令，禁止僧尼吃肉，佛教才在中国成为素食的宗教。值得一提的是，据考证，北魏的《齐民要术》中专列了素菜一章，介绍了11种素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发现的一本素菜谱。此外，宋朝林洪的《山家清宫》，陈达叟的《本心斋书食谱》，清朝薛宝臣《素食说略》等素食专著的出现，都丰富了中国的素食文化。因此，综合各方面的考证，可以说明素食早已根植于中华文化，并影响着我们的饮食养生指导原则。3. 素食对身体的好处。1. 素食是精气神的营养基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胃为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说明了饮食入胃，除营养形体之外，进而可以充实真气，再化为精华，以养元神。中医认为，人体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是精、气、神，统称为三宝。精是后天水谷之精微所化生的物质，为人体各种活动的物质渗处。气是水谷之精气与吸入的自然界大气合并而成的，
为机体一切生理功能的主要物质基础。神是指人体一切正常生理活动的概括。机体营养充盛，则精气充足，神自然健旺。寿亲养老新书曰：主身者神，养气者精，益精者气，滋气者食，食者生民之天，活人之本也。明确指出了饮食是精气神的营养基础。二，素食可提高智慧。大代礼记云：食肉勇敢而悍，食骨智慧而巧。这是素食可提高智慧之说，见于我国最早之古代典籍。此说对年轻的知识分子非常重要。近代日本国立公众卫生院平山雄博士以研究学术的眼光，曾发现素食者适于淡，肉食者适于浓，素食者神志清，肉食者神志浊，素食者脑力敏捷，肉食者神经迟钝。他这种看法与我国古人素食多智之说不谋而合。从前科学不发达，大家都不知道猪羊牛脑中含有胆固醇，在妄想食脑补脑之错误观念下，有许多的富家子弟变成呆头呆脑，反而不及咬得菜根香的贫寒子弟来的聪明智慧。于是社会上常有听得一些免诛清寒子弟的谚语，如将乡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或是咬得菜根，方是其男子，甚至有几多白悟出公卿之叹。可是又有谁知道素食多智的道理呢？三，素食者增长慈悲。素食对我们人类来说，无论是维持身体健康，或者避免因果业报，都有莫大的利益。再由个人扩大到社会国家，能令社会安宁，世界和平，可见素食的利益不可胜计。在这许许多多的利益之中，我以为素食的最大利益便是增长慈悲心。四，素食的预防作用。食物对人体的滋养作用本身就是最重要的预防途径。合理安排饮食可保证机体的营养，使五脏功能旺盛，形体充实。正如《素问·次法论》中所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饮食充足，营养丰富，人体正气旺盛，则适应自然界变化的应变能力及抵御外邪的力量就强，因而可避免外邪的侵袭，使身体健壮。饮食又可调整人修的阴阳平衡。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精不足者，温之以气；形不足者，补之以味。根据人体阴阳的盛衰，毛以适应饮食营养，既可补充营养物质，又可调整阴阳平衡，以防止疾病的发生。如用海带预防甲状腺肿，用水果和新鲜蔬菜预防坏血病等等，均属此类。此外，还可以发挥某些食物的特异性作用，直接用于一些疾病的预防，如用生姜、豆豉、圆精等预防伤风，用甜茶煎服，或樱桃密封地下，
隔年化之，取出饮用预防麻疹，用绿豆汤预防中暑等等。近年来，人们还主张用生山楂、红茶等食品降低血脂，用玉米粉粥预防心血管病，用广济方中的薏苡粥预防癌症。这些都是利用饮食来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5. 素食减肥，改善身材。采用素食减肥，效果最为显著且能顾及健康。其关键在于植物性食物能使血液变成微碱性，使身体的新陈代谢活泼起来，借此得以把蓄积于体内的脂肪分解燃烧掉，达成自然减肥的效果。而且植物性食物只要摄取得当，调配得宜，如豆类、根茎类、叶菜类，均衡摄取人体所需要之脂肪、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便不会缺乏。同时，低热量的植物性食物使人保持适当的体重、轻盈的身躯，不必担心过剩的卡路里所带来肥胖和疾病的威胁。如此，肥胖产生的腰酸背痛、懒散无力、喘气、心悸与高血压、心脏病、脑溢血等并发症也都能一扫而空了。因此，素食减肥法百益而无害，愿天下为减肥而烦恼者，皆得清凉健康。6. 素食是最有效的美容法。皮肤粗糙是受到体内残余毒素的侵蚀所致。我们平时吃了肉类、鱼类、蛋等动物性食物，使血液里的尿酸、乳酸量增加。这种乳酸随汗排出后，停留在皮肤表面，就会不停地侵蚀皮肤表面的细胞，使皮肤没有张力，失去弹性，而感觉到粗糙，又容易产生皱纹与斑点。如果我们长期食碱性的植物性蔬果，血液中的乳酸便会大量减少，自然就不会生产有害的物质，随汗排至皮肤表面而损害皮肤的健康。同时，植物性食物中的矿物质、纤维质又能把血液中有害的物质清除，这种净化的血液能够发挥完全的作用，于代谢过程中输送足够的养分与氧气，使全身各器官能有活力，充满生气，皮肤自然健康有光泽，细致而有弹性。好莱坞不少女明星在她们保养秘方里总有一条：1星期里有1天禁止食用所有的肉类。她们为让血液净化，每日食物中也尽量少吃肉类。看了她们光鲜亮丽的皮肤，妇女朋友们，是不是也该试试素食美容法呢？7. 素食有益寿延年的作用。素食具有益寿延年作用，是历代医学十分重视的问题。饮食调摄是长寿之道的重要环节。祖国医学认为，饮食的这种作用是通过补精益气、滋肾强身而产生的。精生于先天，而养于后天；精藏于肾，而养于五脏。精气足则肾气充盛，肾气充则体健神旺，此乃益寿的关键。因此，进食宜选具有补精益气、
滋肾强身作用的食品。同时，注意饮食的抗老防衰作用尤其重要。养老奉亲疏晕，高年之人真气耗竭，五脏衰弱，全养饮食为滋气血。很多食物都具有防老抗衰作用，如芝麻、桑葚、枸杞子、龙眼肉、海参、胡桃、蜂蜜、蜂皇浆、牛奶、人乳、山药等，都含有各种抗衰老物质，因此都有一定的抗衰延寿作用。久久服之，有利于机体健康长寿。8. 素食的食疗作用。祖国医学以为食药同源，并无截然界限，饮食得当亦可达到驱邪除病的目的，故古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将善于用饮食治病的医生称为良工。宋代太平盛会方中集指出，若能用食平科，适性宜己者，可谓良工。饮食之所以能够治疗疾病，是因为其与中药作用基本相同，不但可以营养机体补益脏腑，而且可以调和阴阳，驱除寒热，增强体质，益寿防老。根据食物的性、味、归经不同，给予合理调配，即可以收到治疗效果。中医称之为食疗。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食疗在治疗疾病及病后康复等方面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为人类的健康长寿做出了巨大贡献。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更多同频之人建立连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